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6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亚瑟士这一个品牌在2021年里面绝对算得上是所有的篮球鞋品牌当中最大的一匹黑马。大家对于 GeoHoop 或者是 GeoVerse 的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但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想要购买它们，你大概率是需要去进行加价的。虽然他们的实战性能确实 OK，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表现也算不上惊艳，所以我觉得要加价购买并不值得。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私信问我有没有跟 GeoHoop 差不多类型的篮球鞋可以选择。那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 New Balance 的 2WXY 就是这样的一个鞋款。虽然现在2代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价格会比之前更加值得购入。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打几分呢？外观在我看来，应该是这一双鞋最大的一个短板了。整体的外观造型并不像是这个年代的产物，整体造型有棱有角，外观的设计理念感觉还是比较偏老派的，并不是那一种复古的感觉，而是像我们小时候嘴上说的那一种旅游鞋的外观，你懂吗？而且 New Balance 在配色方面做的也并不是很好，整一个系列我都没有办法找出一双特别好看的配色。不过有一说一，低帮版本在外观方面会略好一些，去掉鞋帮之后，整体的鞋型看上去会更加顺眼一点，外观上面看上去不至于那么的笨重。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老样子，从大底开始说起。在大底方面，我手上的这个纯黑的配色，使用了大面积的半透明水晶大底，加上一个 New Balance logo 的普通橡胶组合而成。它的抓地力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据说穿着次数多了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在我穿着的这3次里面，它的抓地力表现是并不能令我满意的。在有灰尘的室内木地板上面，它完全可以说是一双溜冰鞋，完全得不到够用的抓地力，只能在比较干净的室内木地板上面，它才能够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表现。不过据我了解，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抓地力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如果你穿着这一双鞋的时间是比较久了，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抓地力会不会有所提升。不过它在耐磨性方面我觉得应该会是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的。大底的橡胶硬度非常的硬，并且纹路的深度以及粗度都非常的可观。如果穿它去室外进行实战，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中底方面，它的表现也并不算出色。New Balance 的 FuelCell 的缓震科技其实都算不上是什么科技，在缓震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不管是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它的表现都不算好，甚至可以说是拉胯的。它的中底基本上可以用硬来形容。任何对于缓震有要求的朋友，这双鞋我都是不推荐你们购买的。穿它实战，在起跳落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一种震脚的感觉，甚至震得脑壳疼。但是这样的中底调教能够给你带来非常优秀的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它的中底不会出现任何的泄力感，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的直接，就是那一种直给的感觉，并且它的中底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在场地感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如果你并不在意缓震，那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它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能够让你在突破的过程中体验到那一种直接干脆的爽感，就是那一种特别纯粹的感觉。当然，虽然它的中底调教是比较偏硬的，但是在舒适性方面，大家也不需要去担心。中底的 Oxlade 鞋垫虽然并不厚，但是保证了球鞋最基本的舒适度，在舒适性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而在鞋面方面，是这一双鞋让我最满意的一个地方，它的鞋楦是正常宽度的。那如果你的脚型是正常或者是略微偏窄，它都可以适配。球鞋有7对鞋带孔，但是都是固定的鞋带孔，并没有在前掌放置动态的鞋带孔。那如果你的脚型偏瘦比较多，那它并不能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脚型，它的鞋面调节范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你的脚型合适，这一双鞋的鞋面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大面积的编织鞋面加上鞋头处的热熔材料以及后跟处的皮质鞋面，
组成了这一双鞋的鞋面，鞋面的延展性并不大，强度完全够用。中底的橡胶也上翻至了鞋面，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它都能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并且它的鞋面也并不硬，系紧鞋带之后，鞋面能够非常好的贴合住你的双脚，舒适度非常高，不管是在哪一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舒适的包裹感受，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空间，鞋脚一体性非常棒，并且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这一双鞋是一双高帮的篮球鞋，但是球鞋鞋帮处的鞋面是比较软的，后跟处的港宝所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靠下的，脚踝处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限制感，再加上它弧形的大底，即使它看上去是如此的笨重，但是在实际的穿着体验上面，它还是非常灵活的。而在整体的支撑性方面，它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球鞋的中底刚性非常高，用手很难造成它的形变。鞋面的支撑性也是完全够用的，并且在足弓处它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内收，它在各个部位的支撑都做到了恰到好处，真的非常不错。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的宽大，并且整体的重心也是比较低的，立线也非常正。虽然大底是有一点呈弧形的，但是它的稳定性完全没有问题，穿在脚上非常的放心。在重量方面，单只42.5码的 2WXY 重量是381克，在重量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并且它优秀的鞋脚一体性让它穿在脚上的实际感觉会更加的轻质一些，非常棒。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7分，这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非常棒，除了缓震拉了之外，在各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它的表现会让我想起 Geo Hoop 也是一双除了在缓震方面你就找不到什么明显短板的一双鞋了。这两双篮球鞋都是那一种除了缓震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是做到恰到好处的一双篮球鞋。但是，一双 Geo Hoop 可以买这一双鞋2双，甚至是3双，所以该怎么去选择，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